朋友们，想搞清楚怎样才能开悟，只需搞清楚因何而不能开悟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把导致不能开悟的因素去掉，就是开悟的方法，也就是开悟的原理。悟是因为觉，不悟是因为迷，迷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障碍阻止觉，也就是阻止看清楚。而当透过所有障碍的间隙看清的一刻，就是开悟的一刻。也就是说，开悟仅仅是避开了所有障碍的自然结果。然而这些障碍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心中各种各样的观点，以及基于这些观点产生的思维。为什么说我们心中的所有观点和思维都是障碍呢？因为它们都是片面的，而非全面的，都是基于片面的感知系统得到的，会妨碍我们看到全貌。为什么说我们的感知系统是片面的呢？这个很好证明。就拿我们的眼睛来说，我们肉眼能识别的电磁波只有一小段，这一小段呢，我们叫它可见光，而在这狭窄波段之上或之下都是看不到的。光的本质呢，也是粒子。那么超越可见光以外的粒子，比如电子，也会形成光，而它们呢，只有借助电子显微镜才能看到。宇宙中的一切都是由粒子构成，人眼所见的世界只是有限的可见光波段的粒子所能反射出的世界，而其他波段到各种粒子所能反射的世界对人眼都是不可见的。而且光子虽然被叫做光子，但是就粒子本身而言，是不具有明或暗的概念的，它只是粒子，明暗只是大脑带给我们的感受。所以阳光下不一定真的明亮，黑夜里也不一定真的黑暗。同理，我们的耳朵也只能听到一定范围的频率，而这个波段以外的频率我们也听不到。再来看看我们的触觉，当你和朋友握手时，你是否有意识到你触到的是什么？肉或者皮肤？皮肤的表面是什么？是表皮细胞、细胞壁。追查下去，其实还是电子。准确地说，我们是以电子触摸电子，因为我们用来触摸的皮肤表面也是电子。但这还不是最后，我们实际上根本没有触摸到任何东西，因为电子是带负电荷的，两个电子同性相斥。我们所体会到的触碰的感受呢，实际上是带负电的电子间相斥的电磁力。你近到一定程度，电磁力就会产生斥力，就让你感觉到好像碰到东西了，你就过不去了。你再往前摁的话，会感觉到有阻力。固体是这样，液体是这样，气体也是这样，它都是通过阻力来感知到你摸到了什么东西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有一种物质，它的组成粒子不与人类的粒子发生电磁力作用，而且不与可见光纠葛，那么这样的它会不会与我们同时同地存在，却与我们穿身而过，而且不会被我们看见呢？总之，基于片面的感知系统获得的经验、观点，也自然不是全面的，而就是这些片面的东西，在心的作用下被我们当真了。因为心起的念生灭速度太快了。给你举个例子，你就通透了。大家都看过电影吧？其实电影是个假的，对吧？我们都知道。但是你为什么会跟着大哭或者大笑呢？因为你入戏了，当真了。大家知道电影1秒钟这个胶片呢，是由24组照片组成的，也就是1秒进行了24次生灭后，它呈现在屏幕就是这样子的。你想一下，这1秒钟由24张照片所组成的画面都让你觉得太真实了。那么你知道你的心1秒钟会呈现多少张这样的照片，会有多少次的生灭吗？1280万亿次生灭。所以你才觉得我们这个世界特别真实，因为它生灭的速度足够快。也就是说，你之所以感觉外在世界的这些像是确定的、不会变化的，
那是因为你心的生灭速度足够快。实际上它都是动的。如果从微观角度去看的话，它每时每刻都在运动，所以它其实一直是动态变化的。这就是无常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世界对你来说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，这取决于你心的生灭速度。你心的生灭速度越快，你看得越真实；如果你心的生灭速度越慢，你看到的就越虚幻。这个能理解吗？我举个例子，你随便找一个东西，盯着这个东西看，把它看仔细了，这时候它真不真实？很真实，对吧？好，现在把它还这么放着别动，眼睛继续看着它，然后把你的心神往内收，把你的意念收回来。收到哪里呢？收到你的胸口，眼睛还是看着那个东西，注意力放在心间，这就是往回收。这个时候观察，注意观察一下那个东西有没有变虚幻。变虚幻了，对吧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体验呢？这就是你的心慢下来了。心慢了，它的生灭速度呢，也就跟着慢下来了。你的意念往回收的时候，就是你的心它不再向外攀援的时候，你心的生灭速度就在变慢，它的速度降下来，你看的东西也就越来越虚幻了。而当你心的生灭速度再慢，慢到几乎寂静的时候，你就进入了佛陀所讲的空的状态当中去，你的心不再生灭了。就像《心经》中所讲的那一句话，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，就是达到那个境界了。鸠摩罗什在很小的时候便跟随母亲到寺院拜佛。有一次，他看到大殿门口有一座宝鼎，他不假思索上前就举了起来。这时大家都很惊异，议论纷纷。然后鸠摩罗什自己也开始疑惑，我不过一个小孩子，怎么可能举得动这样重的宝鼎呢？就这一念起，宝鼎马上掉在了地上。他再想举，却怎么也举不起来了。他为什么当时能够抓起来？因为当时他没动念，他没有动这个鼎很重的念，内心处在极致的清净状态，所以自己是个虚幻的，这个东西也是虚幻的。但是一动念，一分别，一执着，它就变真实了，变得有重量了。所以这个重量是人执着出来的。我再讲一个例子，大家都泡过热水澡吧？泡热水澡的时候，如果这个温度比较高，你直接进去了，是不是特别难受？感觉非常烫。但如果你在进去之前呢，把心神直接收回来，不再考虑这个水烫还是不烫，维持这个状态10秒钟或者半分钟，完了以后就进去了。然后进去以后立马就守在心间，不往外攀援，不考虑水烫不烫，这样你在里边待着很舒服，根本就不会觉得烫，也不觉得疼。你可以去试一下，当你不动念的时候，你发现所有东西都是光，是由光来组成的，身体就是光组成的能量体，整个世界都发生变化了，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，就是光波的形态了。这个其实很玄，你可能根本不信，因为你以前没有听过这样的言论，用以前的认知根本无法理解，所以乍一听呢觉得很神奇。所以这个话题呢我也不深讲，因为讲什么以后呢容易产生邪见，就是你们以为我在讲迷信，这就是物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关系问题。你看，当你哪个地方疼的时候，你总是注意这个地方，它就会越来越疼。这个时候如果分散一下注意力，你可能就不疼了。比如说你腿上有个伤口很疼，我现在啪给你一巴掌，你立马暴怒，你打我干什么？你这时候还能觉得腿疼吗？
腿不疼了吧？甚至脸也不疼，就是心有点疼。所以说，疼痛实际上是心念的执着和分别。你执着它，它自然就疼了。所谓的执着就是住相，一住相都是麻烦，一不住相一切自在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真正的开悟者，都是通过某种机缘，在一刹那间避开了所有的障碍，也就是停下了所有的观点和思维，让自己的心彻底慢了下来，看到了真相，知晓了万事万物都是沉迷在障碍中的产物，当然也包括自己，因此见到了无我，也因此看到了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，看清了万事万物的本质。所以要想开悟，就需要想办法离开这些障碍。但是这些说的简单，做起来很难。我们很难停下来完全不思考，很难一个念头都不起。而为了离开这些障碍，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修行方法，来帮助我们逐渐达到这个条件，从而能够亲身体会到世界本来的样子。因此，为了让心停下来，就有了各种修止的方法。为了看清自己是怎么迷在其中，也有了修观的方法。而根本的，都是通过种种手段扫清障碍，最终实际见到世界真相的目标。见到世界真相只需要一刹那，但是这一刹那是不是能被捕捉到，那就要看机缘了。每个人机缘虽不同，但知道了原理，就有了明确的方向，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行，就会离看见真相越来越近。让心念不断慢下来，坚持下去，就一定有机会看见真相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